就是中国精神，广西狼兵后裔，绝不认输。我说了，他是搏击擂台上的职业杀手，凭借一招大力摆拳打遍各方来敌。不管你是泡菜杀手还是日本武士，只要遇上了他，全都难逃被 KO 的命运。然而，他之所以打法如此残暴，全都是因为他体内流淌着广西狼兵的血液。我们看到两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，红方选手红色短裤便是我们的广西狼兵后裔蒙国东，蓝方选手黑色短裤则是来自巴西的混世魔王维克托。可以看到，比赛刚刚开始，蒙国东便展现出了极其强烈的进攻欲望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因为这家伙实在是太欠揍了。赛前嚣张挑衅，称我们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。那么这场比赛，看一下蒙国东是如何暴打这个嚣张老外的。2场 TKO 胜，然后上一个月呢，他打了一个日本人，也是一样啊，直接把日本人给 KO 掉了。对方丢白毛巾都不急啊，在白毛巾还没落地的时候，他就把对方 KO 了。这双方碰一下，刚做完花音刚落有一个重击，太漂亮了！对方也是 KO 高手啊，但是呢，顶不过蒙国东的重拳。刚才双方互换了好几个重拳，是，但是维克托好像已经有点软了。现在就看这个蒙国东能不能冷静下来，然后 KO 对手。蒙国东乘胜追击，打得对手连连后退。仅仅是比赛的第一回合，两人便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。蒙国东更是凭借着自己极强的进攻能力，成功送给对手一次击倒。不过他此时是有些上头了，若是冷静一些，还是能够找到 KO 的机会。但若是没能 KO， 那我们也不妨继续欣赏一下蒙国东的搏击盛宴。他还有反击能力，是，而且在泰国他是打缠麻的，所以抗击打能力非常强。对，还有对头部的防守，包括整个节奏也都拉下来啊。但是蒙国东给他喘息的机会啊，压得很紧。接着蒙国东猛虎出甲。然后蒙国东如果打赢之后啊，他会有2句话。蒙国东他会说：“我回来了。”那最后一句全世界没有人听得懂。那句话呢，就是我的状态可能会来迟，但一定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啊！看什么？这小子非常的逗了。开始打腹部，对，有效果。连续的左右摆拳，蒙国东的招牌绝技。维克托此时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只要一个不小心，就有可能被蒙国东收割性命。不得不说，这场比赛打得实在是太精彩了。职业杀手名不虚传，招招致命，对手毫无还手之力。这个拳是上下结合啊！是，刚刚也还了蒙国东一拳。那维克多说了，他巴西跟泰国最大的不同是，他在泰国可以当一个职业的运动员，好好的训练，在巴西没有办法。是，那这边环境比较差一点。对。然后蓝方的教练让他一直待在擂台的中央，但是顶不住啊，因为蒙国东的这个攻击力太强了。而且这个蒙国东打得很冷静，他一点不急，不慌不忙的找机会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没想到这家伙还挺能扛的，竟没在第1回合里选择退赛，这无疑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，因为两人的实力差距十分明显。维克托根本不是蒙国东的对手，若是蒙国东认真起来，这家伙就连还手都是痴心妄想。废话少说，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。蒙国东的拳还是相当的凶悍。蒙国东刚刚一边退一边出腿啊，其实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。他退着出了一拳，又退着又出一腿，上下结合的很好。是，这个后退的出拳跟出腿一定要练的。对，但是跟协调性有关系。是，他刚才这个躲闪的反击做得很好。是。控制距离也控制得特别好。是，然后对手的协调性还有爆发力就没有他好。是，不得不说，对手的恢复能力还算不错。明明在第1回合里，他已经是几乎要坚持不住了，但没想到竟还能调整过来。那蒙国东就必须要放缓节奏了，不然若是持续保持高强度进攻，难保自己的体能不会率先耗尽。现在这个蒙国东的心态就是放的比较平了，然后把自己放到一个胜利者的位置上去打这个比赛，就很轻松。对。但是各种动作都能出来，对，但是力量好像这段时间力量好像放下来了，没那么重了。对，但对手这个时候就会加强进攻了。是，不能给他这种，就是说这种节奏，如果这种节奏的话，怕是
他是被突然对对手抓住机会，对手气势就上来了，就上来了。况且不能缓，况且对手呢是有一定能力的，是，就是不能缓的前提就是你要有充足的体力去压迫他，体力。他可能第一局冲的比较猛，然后体能现在有了一定的那个影响，需要第二局调整一下。那也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调整啊，不能长时间的这样。连续的腿法试探，对手的打法十分聪明，知道正面对决不是蒙国东的对手，于是便转变自己的策略，放弃 KO， 想要依靠点数拿下比赛胜利。不过目前就算是点数，依然是蒙国东保持领先。这家伙想要获胜，可以说是痴心妄想。蒙国东的感觉是非常好的，这是非常难得的，拳打得很准，对，很准。然后接下来用什么方法去打到对方？再重新去组织，去调整。这个调整的过程就是一个擂台上的一个天赋，是一个经验，加强进攻了，加强他的力量啊。有时候是看你有没有早熟，因为这个选手都很年轻啊，有时候20几岁，头脑还没有那么的清楚。对。那等到头脑清楚的时候，身体打不动，体能又不行了啊。所以说，那我们怎么能保证在体能的情况下又有很好的头脑呢？可能要比较早一点练拳啦，有时候太晚练了已经来不及了。对，哦，要早一点练拳。对，是很多都是小时候就开始，大概10岁之前就开始练了。是。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，蒙国东依旧占据主导位置，不过对手也没有轻易放弃。但他的坚持无疑显得十分可怜。可以说，只要蒙国东想，他完全可以将整场比赛的节奏掌握手中。废话少说，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。对，一定要。哦，那么是把对方扫倒。那么再通过第2局的调整，蒙国东开始加强了这种密度和重击的击打。是因为蒙国东在第1局展示了他绝对的这种击打的能力啊，确实是击打能力很强。有机会 KO 对方就不要留情了，不要留情。不过这个维克托也是毅力也非常强，是加上也很好，坚持到第3局挨了这么多重击。其实，在心理素质上啊，打过缠马的会觉得打拳套好像不是那么痛，比较不会怕。对，他是加上他的身体的这种抗击打，加上意志的能力，心理承受能力强。看得出来，两人的体能消耗都是十分的严重。不过尽管如此，两人的进攻能力依然是天壤之别。蒙国东的拳明显更快更重，并且他目前依然是保持着点数上的领先。只要坚持到比赛结束，就算最终没能打出 KO， 那他也能轻而易举拿下比赛胜利。那个南方选手就说那个同方累了，其实常常双方教练都说对方累的，都会这样讲。对，要给自己的运动员给己方的运动员加油打气。对，都是说啊，对方累了，然后加油。啊，这个其实，在比赛场上确实是这样。你在听到对方累的时候，或者说，你在感觉对方很累的情况下，他就是走一步自己会滑倒的情况下，你就会瞬间你就有力量了。比赛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，蒙国东的进攻依旧十分犀利，对手的状态并不是很好。若是蒙国东能够抓住机会，实际上依然是有希望能够打出 KO 的。不耻掉了，不耻脱落了。好，就塞回去。对的，现在我们是塞回去了。这个时间快结束了，没多少时间了。对，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这个冯国东每次把对手重击或者说需要去中立脚的时候，他都会面朝中立脚，然后看看底下的观众，对不对？反正观众帮他加油，然后给他鼓劲。对，有可能想一下待会要怎么打。冷静。对。最后10秒，现在2个人都开始用这种体能下降，用这种小的点拳，在控制对方的距离，砸点。比赛结束，最终是并没有出现 KO 的场面。不过蒙国东的表现不得不说实在是太亮眼了。那么最后也是让我们恭喜蒙国东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